哦，转牌是一张方块4，然后呢我过牌。UTG 的玩家呢选择了持续下注1200，那我们的手牌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然后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5。当我下注了3000之后呢，对手很快的跟注，很明确的，当我下注完之后呢，就发现自己应该是犯了一个错误。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今天我们要来参加主赛事。主赛事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哦，就是我们的 EV 实验室上线了。EV 实验室呢，上面有扑克文章、扑克新闻，重点是有订阅影音服务。如果说你想要看到我参加一些线上决赛说的即时画面跟手牌讲解哦，特别是用一些电脑软体分析手牌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到 EV 实验室观看一下我们的订阅影音服务。那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要参加的是$1500的主赛事。今天要参加的是 B 组，然后呢，预计这场赛事呢，它有保底哦，$40万，也就是说它大约需要300个人次。昨天 A 组呢，大约有100多一点点啊，昨天 A 组出局了。那我们今天呢 B 组会再试一次，然后呢看看有没有晋级啊。如果没有晋级的话呢，晚上还有一个快速赛的 C 组，就总共有3个组别。那我们就直接去报名，走。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在主赛事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手牌。首先呢，今天我参加的是 B 组，然后我上桌的时候呢，盲注是100、300，起始筹码是3万，也就是说大约是100个大盲。第一手就很精彩，我在大盲位 ，low 价位的对手他加注到1000，小盲位的玩家跟注，我在大盲位我拿到 AK 不同花，这边的话会是一个很明确的3次下注。那我选择的下注尺寸呢是4500，考虑到这个筹码量跟我认为当下的情况，原本加注的这个对手呢，他很快的又再加注，他选择了加注到8000，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一个最小加注。小盲位玩家弃牌，这时候到我就有一个决策要做。这位玩家的起始筹码量呢，大约是80个大盲，也就是说大约是24000左右。那以我对于现场玩家的认识跟相对的位置虽然说它是中位 ，low 价位算是最靠近前面的中位所以我认为它的范围会是很紧我当下其实蛮痛苦的以大部分的情况来说呢 ，all in 绝对不会是个错误。但我认为当下的情况呢，跟注会是一个更好的决策，尤其是我认为它的范围呢都是不会有 QQ 甚至只会有 KK 以上的对子，那我觉得跟注可能看一个 S 嗨的翻牌，或者是看到一个 K 嗨的翻牌进行游戏，我可能觉得会好一点。我选择了跟注，然后翻牌是 J22彩虹面底池17300，然后这时候我过牌，对手很快就选择下注7000，后面大概剩9000左右。如果说我翻牌前，我认为它的范围呢可能最弱就是 JJ 上的对子跟可能一点点的 Ace King， 但我认为 Ace King 大部分的玩家在翻牌前不会选择这样的下注尺寸。我在翻牌呢，就算与数学上可能会接近要跟注，但我认为翻牌的直接的弃牌呢，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所以翻牌呢我就直接弃牌。第一手牌一上桌就输了8000的筹码。下一手牌呢，盲注级别是一样在100、300的状况，然后我在小盲位，我拿到了一个 Q7 不同花。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它落在一个不在弃牌的范围之内所以这手牌呢，我们要么就选择跟注，要么就选择加注。那我当下呢是选择了跟注，大盲位选择过牌，翻牌是 AAQ。底池900，我们的下注策略呢，当然可以很宽。我很喜欢拿这种中对，然后没有踢脚的手牌呢，放在一个过牌的范围，因为我们的手牌其实不大需要保护。再加上如果面对下注的话，我们是非常轻易的可以跟注，所以我当下选择过牌对手呢也选择过牌转牌来当4。Q7 呢就可以开始选择下注原因是因为对手在转牌更有可能拿一些随机的 K 嗨，甚至转牌中了4的对子来支付我们的下注下注一个400对手跟注。合牌是一张9，对我来讲是没有影响因为我的 Q 还是一个中对，我的 Q 呢当然是一个很明显可以再下注拿一次价值的手牌所以底池1700这个时候呢我下注了大约是半个底池800。
然后呢，对手想了一下之后呢，跟住，然后看到我的牌之后呢，他就选择了弃牌啊，所以赢下来一个还不错的小底池。下一手牌呢是一个200、400的盲注级别，我在 CO 位我拿到了一个 KQ 不同花，我 raise 到1000，这个时候我大约还是有2万到3万啊，接近70筹码。bottom 位的玩家呢，他比我多，有效筹码大约是60个大盲。bottom 位的玩家选择3次下注到3000，我认为我的手牌比较接近的可能会是 KJ 不同花。可能会考虑跟注，可能会考虑弃牌，但我认为在 CO 位面对 bottom 位的3次下注呢 ，A10 不同花我应该会继续 ，KJ 不同花应该会继续哦。那 KQ 是绝对会继续的一个手牌哦，以不同花的手牌来说，所以我们的 KQ 不同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我今天要考虑选择4次下注，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我认为现场玩家的情况呢，其实我进行翻牌后啊是自认为有优势啊，所以我会更多的跟注。那我选择了跟注之后呢，看到一个翻牌啊，翻牌是 K15。Rainbow 底池7000，然后我选择了过牌，对手呢持续下注了1800，我认为对手下注的范围呢会是一个全范围，也就是他只要翻牌前选择3次下注手牌范围啊，翻牌都会下注。那当然我们这边的 KQ 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可以考虑加注，但我认为应该会是一个更明确的跟注，原因是因为在 K15其实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弱势一点，我们比较不会有比较好的顶对啊，我们不会有 AK， 我们不会有 KK， 然后我们也不会有 AA， 我们也可能不一定会有10，我不确定。但我认为呢，我们范围来说呢，一定会是个弱势啊。以范围弱势来说呢，跟注绝对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选择了跟注。转牌来了一张红桃7，底池10600。我一样选择过牌，这个时候对手下注一个6000，那我们的手牌呢就是一个很明确，就是在跟注。合牌呢是一张无关紧要的6，底池22600。那我们的预设策略呢当然是过牌。所以如果对手选择 all in 的话，我们会非常的困难。但我认为以预设策略来说呢，这个 KQ 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对手其实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啊，他也选择过牌，那我就一定知道我的手牌是最好的。所以我就摊牌啊，对手看到我的牌之后呢，他就弃牌了，所以让我赢下来一个还不错的底池。接下来呢，也是70筹码左右的筹码量呢，我在8人桌的 UTG+1啊，我拿到了 A3 黑桃。那 A3 黑桃在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一个最边缘的手牌。我认为以 UTG+1来说呢，可能会是一个 A4 同花或 A3 同花，差不多这样的范围才可以加注。范围呢，只是一个预设的啊，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照表格去做，实际上还要看这个桌况啊，跟这个玩家的一些特性。那我自认为呢比较厉害啊，所以我选择加注到1000。Hijack 位的玩家呢跟注。翻牌是873，两张黑桃，一张红桃。那我是 A3 黑桃嘛，所以非常的好，底池3000。我们的预设策略呢，就会是一个我们说过会有一个混合策略原因是因为对手的跟注范围呢其实非常的强，他会有很多的手对。他甚至会有很多2张10以上的牌，他会有10J 同花。我们的范围对上他的范围来说，其实他没有到一个很明显的弱势，所以呢，我们会非常小心的选择持续下注的频率跟手牌。那当下呢，我选择了过牌，然后呢，对手也选择过牌。对手在这个情况选择过牌呢，他的范围呢，我觉得不会有顶对以上的手牌，他不会有 A8。它不会有89同花，它不会有99、40这些手牌呢，在它的位置呢，应该会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下注。它的过牌呢，会像是一些2张高牌，或者是一些手对，比如说5566，比这个台面还要小的手对，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的范围。它过牌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放心，就是我的手牌呢，不但有机会呢可以中 A 花，但是呢，我的3的对子呢，其实很有可能就是最好的手牌，而且是有摊牌价值的。所以我们的翻牌呢，2位玩家过牌之后呢，看到一张转牌红桃7。我的手牌当然就是可以摊牌嘛，所以我选择了过牌啊。这个时候呢，对手下注了2200，我觉得跟注就挺好的。如果他在炸我的3就可以赢了。如果他不是在炸，那我们还是有机会在合牌中同花赢下一个很大的底池。所以呢，我选择跟注。那合牌蛮有意思的，合牌又开一张红桃8变成是我的3的对子用不到，底池7400这时候我选择过牌。刚才说了，我们认为对手不会有99以上的对子。对手如果合牌下注的话，我这手牌是非常非常的明确，就算3的对子用不到了 ，A 叉是一个很好的跟注。这个时候呢，对手没有下注，那我就知道说，我的 A 叉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会开牌。然后对手看到我的手牌之后呢，他就丢掉他说他是小对子但我不知道他的手牌，所以呢，我就赢下了一个还不错的底池。下一手牌呢？应该是在这一场赛事呢，很明确的，当我下注完之后呢，就发现自己应该是犯了一个错误。我跟大家讲是什么手牌？这手牌呢是在300、600的盲注级别，对手呢在7人桌的 UTG 选择加注到1500，我们2位玩家大约都有70筹码，大约3万多左右，所以呢，大家可以视为是一个50个大盲有效的一手牌。
那我在大盲位，我有 A6 红桃，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在这个大盲抵抗的范围之内，然后选择跟注。然后翻牌是 AJJ 彩虹面，底池3900，我选择过牌，对手也选择了过牌。转牌是一张方块4，然后呢我过牌。UTG 的玩家呢选择了持续下注1200，那我们的手牌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然后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5。当下选择了一个下注，我自认为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但我觉得实际上应该还是选择过牌。我选择下注是因为我觉得他翻牌没有下注，转牌下注1200，合牌有点像是 KKQQ 甚至是实甚至是 A2A3 的手牌，他可能就是想要透过转牌下注、合牌过牌来做一个摊牌。那如果说我认为它是这样子的范围的话，其实我自认为我的 A6 下注会比过牌来的好，原因是因为我赢所有的 A2 到 A5，然后呢我还赢所有的 KK 跟 QQ 跟芝士之类的对子。实际上的玩家呢，在翻牌的过牌呢，或者转牌的小下注呢，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强的 A， 他们只是单纯的担心什么？担心我大盲位可能会有3条 J， 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一点。那如果说我考虑到这样的因素进去的时候呢，其实我认为合牌过牌应该还是比较好。但我下注了3000之后呢，对手很快的跟注，那我就觉得说，如果对手很快跟注的话，可能就不是很理想。我就开牌了，我看到对方的手牌是 AQ， 也就是对方是一个很大的 A。当然我不知道我合牌过牌他会不会下注，但我在想，如果他下注，我一定要跟注。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手牌我可能是犯了一个错误。下一手牌呢是一个多人底池的状况，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在一个400、800的盲注级别，大部分的玩家大概都是70筹码3万左右。7人桌的 UTG 的玩家呢，加注到1600。我在 low 价位我有 Q10梅花选择了跟注。bottom 位的玩家跟注，然后大盲位的玩家也跟注，所以这是一个4人底池。翻牌是 J97 2张方块。底池7600，大盲位玩家 check， 然后呢，原本加注的玩家也 check。那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想到的就是，这是一个4人底池代表说 bottom 位的玩家还在。那我们要先想，我们这边下注的频率有多高？我认为不高。又或者呢说，我们今天什么手牌适合下注？我觉得我们适合下注的手牌呢，要么就是顶对以上，或者是有很强听牌的炸。最明确的就是什么2张方块，或者是双头顺的组合。那如果同时有2张方块又是双头顺，那更好。我的手牌就刚好符合在这个双头顺的范围，我们没有摊牌价值，但我们可以适合用来炸胡的一个 Q10梅花。当下呢，我选择了一个50-50的下注，就是我有时候会过牌，有时候会下注。那我用乱数的方式所以我看了这个时钟，好，当下选择下注。那以下注尺寸来讲呢，我认为只会有一种，就是1/3到1/4，尤其是在多人底池的时候。当下呢，我选择下注2000。bottom 位玩家弃牌，大盲位玩家跟注，然后 UTG 的玩家也选择了弃牌。转牌是一张有点忘了，我记得是6以下的牌，底池11600，大盲位又过牌。我的 Q10呢就落在一个可以考虑转牌持续下注，那当然也可以考虑看到一个合牌再做决策。那我认为这2个都可以我当下选择了过牌，合牌来一张方块 A。虽然说我没有击中我的顺子，但是我的范围如果会有顺子，当然也会有同花嘛，对不对？2张方块的手牌，尤其又是开一张高牌，我的手牌是很有可能会有 AJ， 绝对也落在我的范围里面我可能会有很强的 A 有可能炸，这是有可能。所以呢，大盲位又过牌，那我认为我的 Q10 high 呢，在这边是一个很明确的炸，因为没有对子，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又开了一张看起来很恐怖的这个正门花的方块。我如果要选择炸胡的，我认为这边的下注尺寸呢，我觉得至少会是一个2/3到满帕，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那当下呢，我选择下注7500，然后呢，对手想了一下之后呢，就弃牌所以就是炸胡成功赢下来一个11600的底池。